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在520这一天，台海的气氛非常的诡谲。我们都知道，赖总统对中国非常的强硬，之前有赖17条，但是今天在520的这个谈话里面，他今天说要跟在野党来报告这个国安的会议，其中还有什么？在里面谈到没有谈到主权，没有提到两岸，没有提到保台，这是我们难得很少会看见的一个情况。同时，在中国解放军的部分更是奇怪，里面恐怕已经乱成了一团。我们过去跟大家讲，他们的国防部长叫董军，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开始销声匿迹了。原因是什么？可能涉嫌贪腐，可能被调查。当我们想说人去哪的时候，今年这个月5月13号，他竟然到了德国去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这代表什么？董军，你没事了啦，你脱身了。但更怪的就在这里，5月30号有一个香格里拉的对话，这个对话，美国国防部长跟中国国防部长很难得会在这个地方来见面，但是今天《金融时报》爆出来了，董军他不会去。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在习近平清洗高级官员之际，这讯号告诉我们什么？你解放军的这个国防部长可以去跟不去，现在是不是乱成一团了？谁让你不要去了？谁让你说要去的？现在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领头羊，而在这种氛围里面，就是习近平的王位保卫战。所以这个日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吗？好，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一位图资专家，这位图资专家他非常厉害。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这一张图是什么？之前美国有公布这个解放军的基地跟设施，这之前这位图资专家一个人，他光靠一个人之力就把这个绘图来完成了，甚至上千个设施、上千个基地都在这一张图里面完美的呈现。这个人是图资专家温约瑟，约瑟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世彤，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520这一天，台海的氛围太奇怪了。从赖总统的讲话到中国解放军的这些种种的动态来说，现在对于美中台来说，都闻到一个氛围。现在这个氛围是什么？现在是习近平的保卫战，这个是王位保卫战哦。只要随便动一根汗毛，动一个手指，恐怕都会有大变化了吗？对，没错。事实上，今天是520。那520来说，我们知道赖总统就是抗中保台，当成是他的主要诉求嘛。但在今天他的520演讲里面来说，居然是意外的温和，几乎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字眼，也没有提到什么抗中保台里面类似的主轴号。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状况之下呢，还有另外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发生在中国自己本身。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5月底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一个叫做香格里拉会议。香格里拉会议，我先跟他讲，香格里拉会议是什么呢？香格里拉会议呢，它是由这个英国的一个战略学院，还有跟新加坡的国防部所举办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国防部长都来这边论坛。对，那2002年的时候开始进行这样的很多国际事务都曾经在这边会谈哦。像2013年那时候南海的这个风暴爆发的时候，这个中国跟美国国防部长就曾经在这边会谈过，要降低南海的风险。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对，就今年没想到这个习近平就通知中国，就通知这个香格里拉的相关的会议说，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国防部长今年不会去。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今天习近平就说你不能去。对。这跟过去的案例、过去的惯例完全不一样。是，难道有一股力量说不准让他去？对，因为目前为止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人家就问这个中国相关官员，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说呢，北京会有可能改变决定，但是因为现在只剩下2周，所以目前为止可能性很低。好，那我们为什么讲到董军呢？因为你看这篇文章，Financial Times 就说一个，你看。董军上将缺席香格里拉会议了，正值习近平主席清洗高阶官员的时候啊，事实上董军之前也被传过要调查，是在去年11月27号的时候被传调查，反映修台的时候就说，被调查了，然后这个董军接受初步调查，但事物已经被认定没有不当行为哦，到时候是没有啊，所以呢，因为没有，所以他今年5月13号的时候，他还出席德国这个第6届的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长会议哦，然后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见面哦，他5月13号还见面哦。就没想到过了几个天，才过1个礼拜，他就说他不能够去香格里拉会。是原本想说这个德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对，我应该没有事啦。对啊，所以这样，德国会议都可以去，那为什么香格里拉会没有去呢？那难道他是染疫？染疫现在也不会怎样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这就让他猜测说，
他似乎是职位出了问题。好，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看到说，目前为止中国的军方内部真的是不断的动荡。那不断的动荡原因到底是习近平已经失势了，还是目前为止来说，习近平自己在清洗人马？但是无论如何都告诉你一点，就是说中国军方目前为止真的要清台吗？好像也没有那样的能力跟那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中国现在是怎么样？它完全是陷入一个内部的政治风暴当中。是美国知道，中国自己本来就知道，台湾当然也知道。对，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谈话，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是赖总统特别的温和，他有嗅到这个不寻常的味道。对，没错。我们刚才讲中国的军方内部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好像他们目前为止来说，你看最近呢来台湾侵扰的这个飞机什么都变得比较少。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但是说没有啊，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啊。你看最近不是很多偷库克的这个案例吗？包括说像中国籍的这个宋姓父子偷渡啊，然后还有这个偷渡到我们这个金门二胆岛啊，然后还有凯哥他不是登陆到我们的这个台湾园的沙滩吗？而且还插了5星旗。对啊，我们知道赖总统过去对中国很强硬嘛，他之前不是在发了这个赖17条吗？抗中保台，把中国视为这个敌国吗？但是他最近你看。他在接受媒体的访问说，他对习近平是否会参考这个川普先上桌再说的这个策略的时候，哪有赖总统说什么，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去谈都没有问题。好比说你是公司比较大，我公司小，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却说可以啊，公司给我，我跟你做生意，这样不能这样嘛？那你要并我公司的话，你要提条件啊，不是台湾来提条件啊，让你说要或是不要，而且还要变成你一部分，这是不行的。居然说可以来谈。可以来谈合并，可以来做这样，可以做生意。但觉得好像是闻到不一样味道啊。过去一段是你是敌国这样还能这样子啊，还能够来谈这个合并这种事情嘛？所以大家想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好，另外一个，在今天的5月20号，他说什么？我指示国安团队要着手向在野党主席进行所谓重要的国安情势的这个简报，然后可能跟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的主席都要报告，然后这样的状况。跟在野党对，没错。然后他说什么？现在目前为止他都没有说什么没有主权啊，然后没有两岸啊，没有保台这些发言都没有。所以他事实上，他讲这个到底要干什么呢？某些人就说，他似乎试图要让两岸之间的这个问题要降温嘛。那为什么要降温呢？很多人就问到不一样味道。为什么？我讲现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要降温？第一个，现在中国跟美国在贸易谈判，对，台湾也跟美国在贸易谈判，对。所以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紧张局势再把它拉高的时候，可能会不利于我们跟美国的谈判，或也有可能会不利于中美之间的谈判。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这个假设这时候再把危机拉高的时候，那台湾是不是变成是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判中间的一环？好，另外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因为目前为止，中国跟美国似乎真的有可能有谈判的这个状况。对，如果假设中国跟美国，假设他们两个国家真的达成了贸易谈判的时候呢，假设两个国家真的这个愿意坐下来谈，甚至达成了贸易的协定的时候，那怎样？中美关系会降温。对，那降温的时候，那台湾怎么办？台湾来说，我们还能够抗中保台吗？这个牌可能就不行，美国可能会要求你，至少跟中国对话嘛。所以你要，闻到不一样味道，就是赖清德总统现在已经也某些程度来说，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偏向是这个走和平的这个路线。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跟大家讲嘛，事实上目前为止，习近平的这个位置到底怎么样？我们先跟他看，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他对这个15-5的这个规划里面来说，他讲到几个点。我们昨天说嘛，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嘛，对不对？哪有什么民主决策这种事情？之前是说广集意见啊，然后集思广益啊，然后我做决定。现在是说，大家一起做决定。好，那这个我就讲，为什么要大家一起做决定？如果大家一起做决定，至少承认一点，就是你权力必须要分给人家，至少你不再是定于一尊嘛。那有可能是，你已经不再是总书记，或者你退到幕后，或者说你把总书记位置让给谁，那你可能只认这个军委会主席的位置。不论怎么样，你至少可能暗示的你。这个目前为止，你的权力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分享嘛。所以这代表什么？习近平要放权，对，而且很多的反对派说什么？习近平，你不要再做决定了。是没错，你今天放权才是好事。对，好，那除了这样之外来说的话，中国经济内部当然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嘛。对，你看他今天跑到哪里去？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中国经济已经感受到贸易战的这个冲击的这个状况嘛。他说，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凸显到关税的时候，美中两国大家下调所谓关税所造成的风险嘛。你看。华尔街日报都这样说，然后他今天到河南去看这个制造业啊，你看这些制造业，看这些所谓包括说做一些所谓汽车相关零组件的这个轴承或者什么相关的工业啊，你看去看这些。所以他今天到河南是特别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富士康的大本营吗？是啊，制造业的大本营啊，对，他经济要复苏要靠的是制造业，他其实都懂，他知道，他知道中国经济出很大的问题嘛，所以我们给他看一下，这个川普说什么？川普在这几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
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受的伤害比美国大。好，他说如果两个国家没有达成这个关税的这个协定的话，中国经济就崩溃了，就这样说。好，那好，所以你要想，至少在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达成这个降税的话，中国可能会完蛋，对不对？然后他还讲到什么？因为我们讲，那为什么美国会愿意退让？他说中国会暂停，还有取消他们所有的非贸易型的这个非货币贸易型的这个壁垒。然后最重要一环就是说同意开放中国。好，那我讲，赵我跟你讲，如果假设川普说的是真的，取消什么非货币型的这个贸易壁垒，然后还要开放中国的话，那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前所未见的冲击啊。对。那如果假设川普说的是真的，那中国也愿意的话，那表示中国跟美国真的有可能会达成贸易协定哦。当然，我认为说中国愿意开放市场，这个是可能性很低。中国真的会开放市场？它是一个集权国家。对，开放市场它背后代表是什么？就习近平的权力要式微，对，就是可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以往左走的路线要往右走嘛，对，那往右走来说才可以证明说，为什么他要说什么集体决策？集体决策是不是就暗示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如果假设川普说的是真的，说中国愿意开放市场，那接下来中美有可能达成贸易谈判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状况就越来越高嘛，假设中国愿意放弃的时候，那所以我们来看嘛。之前大家都说，那中国到底有没有那么急？因为中国都说没有，是我没有那么急，是你美国比较急。好，我们就来看这张照片。照片就是现在释出越来越多张照片嘛。这是贝森特跟何立峰他们两个在这个所谓日内瓦的谈判里面来说，他们在场合里，这被他拍到在户外的一个场合。好，这我问你嘛。如果你看这样的话，你觉得谁是正，谁是大，谁是小？他讲话的时候翘着二郎腿，对啊，手放在前面，表示什么？心理学里面什么安心，我是主子的那一种感觉。你敢对你老板这样子吗？你老板在讲话的时候，你敢这个翘着二郎腿，那跟他说，敢？对啊，你一定是正襟危坐，对，坐得很直，然后那边跟他老板，然后坐得很直这样一个状况，对，脚都放得好好，然后跟他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来看，然后中国所有的官方都是这样，全部都低头抄笔记，对，他讲了什么？赶快抄。所以你看，你就这样，这个如果看起来你也知道说，显然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意思嘛。你看美国贝森特那边说，我天啊，你攻香蜜啊，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你看何立峰一直跟他说我们怎么样。所以看起来，你看，的确有可能是，如果如同川普说，他们如果没有这个达成关税，他们经济会崩溃，他们还承诺说取消这个所有的贸易壁垒啊，然后取消所有的这个说开放中国市场，好，所以才会接下来有所谓的，他就说我们要所谓和平的这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或是依法决策，所以看起来的话，的确。中国跟美国在贸易谈判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的推演来说，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会超乎意外的达成协定？假设真的超乎意外达成协定的时候，才可以证明说为什么我们赖总统要说，赶快两岸之间要降温。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讯号啊。当然，是不是会如同我们推估的，我们没办法确定一定是这样。但是你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你看到说，事实上中美之间正在有一个慢慢的变化，然后台美之间也有一些慢慢的变化，然后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也会随着中国跟美国真的假设达成贸易协定，或是没有达成贸易协定的时候，一定都会出现非常不一样的后果。宇轩，所以美中谈判这90天，反而是台海里面最诡谲的90天吗？我看到这种诡谲感，美中台他都知道，尤其是美中都在看你对台湾做了什么，你今天对台湾做什么，另一方马上就会看，所以这代表什么事情？现在这三方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吗？赵啊，今天绝对是史上最平静的520哦。我一个个讲给你听嘛。他说主权基金要成立嘛，那主权基金我举有2个嘛，比如说挪威一个是不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1.75兆美金，另外一个就最近很夯了嘛，中东阿拉伯我们讲的，之前不是跟你讲说我主权基金去跟你美国买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对不对？但请问一下，台湾什么时候突然间跑出来一个主权基金呢？那你的规模要多大？因为主权基金它有2种作用，一种就是我特别大比如说我上兆美元，那可以干嘛？可以作为国力的保护伞。像中东，光靠他们的钱就可以影响政治嘛，挪威也是一样嘛。那台湾不可能做到这个规模啊，所以只有第2种可能嘛，任务型。那任务型，赖清德自己讲咯，他说我要对外投资，那你觉得对外会是对谁？美国，当然是美国投资嘛。所以你看这一项就跟美国有关嘛。那关税谈判我不用再赘述啦，关税谈判就是跟美国关税谈判嘛。但这时候如果好，那跟在野领袖共商国事。他不是说自己亲自要跟共商国事他说我要叫国安团队准备国安汇报，提供给你们做参考，跟你们报告。那照啊，讲坦白话台湾邦交国不多啦，
那真的需要涉及到涉外层级哦，然后国安会报会谈的只有一件事情嘛，谈判的条件跟需要在野党资源在立法院通过的，才会以国安会报的名义送过去给他嘛。那 AI 发展不也是跟美国有关吗？对，讲完了，全部都在讲经济，完全只字未提哦。中国2个字，赖清德整篇讲稿里面没有提到，唯一一次提到是日本媒体做球给他说，哎呀，那个中国一直文攻武吓啊，你台湾如何因应啊？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赖清德才终于很勉强的讲出，中国这2个字情。说在平等的条件之下，我当然愿意跟他对话。我想很多人听到都会傻眼，你知道为什么吗？大部分人预期说什么？那520要到了啊，赖清德又要抗中保台啦，对不对？一堆人都这样讲嘛。而且赖17条也才刚出来而已啊。对，赵伟他今天也有讲到17条哦，他就讲到说啊，我过去呢，包括呢，在我们台湾啊，是涉及到这个国家防卫的赖17条，好吧？那国家防卫的这个17项政策啊，然后讲完之后就赶快带过了，没有再赘述了。这是他过去做过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呢，丰功伟业。他是不是如果按照大家的预期？如同他第一次520就职的时候，要多多宣传吗？没有，全部都没了就带过，那只是我做过而已现在我们是要跟你喝茶，跟你对话。各位，赖清德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岸释出善意了。对，你有没有发现，从4月24号开始，他就开始首先是不冲突了，然后后来开始慢慢转善意了，到后面讲说要跟他喝奶茶bubble tea、bubble milk tea 那现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善意对话，大家就觉得眼镜掉下来，不是，其实早就变了。很多人没有发现早就已经偃旗息鼓改弦易辙了。从什么时候开始？4月24号，4月24号，你知道那时候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是什么吗？当世界都哀嚎的时候，川普突然冒出一句说：“我没有要跟中国对抗。”他说：“我中国的关税谈判，我一定会把它降下来的。”他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预告？对。然后那时候股市当天飙涨嘛，对不对？然后后面果然我不出意外了，到5月7号的时候。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了，什么事情？瑞士会谈，对，那一切就风云变色了。赵尔你知道赖清德前一阵子有一场活动叫做欧战80年庆祝胜利你知道赖清德什么时候宣布说他要演讲的吗？4月23号、24号，结果刚好就是在川普变局那几天，就当天演讲的时候，大家本来想说我们调凶神看你老总统被攻上，就整场活动你知道唯一没有讲到的4个字是什么吗？中华民国，突然间中华民国就被消失了。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说，美国在动作了嘛。但是美国不是，你不要以为说美国在欺负台湾不是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到目前为止，中国有没有宣布任何一个军演公告？没有，没有嘞。以前520的时候他们干嘛？东部战区也发，国台办也发，什么也发，每个外交部也发，什么讲，全部都来发。把你骂一顿，然后什么利剑 ABCDEFG 全部都给你丢出来，所以这样美中台的气氛也太奇怪了吧？对嘛？照我说，我想转捩点在这边，为什么？我现在解答，因为大家正在谈判，大家都在谈判，这才是关键嘛。美中有没有在谈判？有。你知道中国最近在讨论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说我们国内面对这种出口现在的困境该如何去解决我每天看那个外电新闻中国就一直在讨论说自己的那个出口问题自己经济快挂了嘛。他很忙嘛。第二件事情这几天你知道他这几天改哭什么了吗？是不是你想说不对关税都解决了暂缓了他说把华为晶片还给我，叫美国赶快拜托不要再勒索我的华为晶片，因为美国下了一道禁令嘛。OK， 把原本5月15号的3阶段管制取消掉之后，变成是中国量身定做款。OK， 像我们要讲到的那个 ASIC 一样 ，ASIC 特制化晶片，什么就只有你华为不能出，对，你华为不准。谁敢用华为的，我美国会把你杀掉的。对，中国在忙这件事情嘛，所以是什么？你脖子被人家掐，你的脖子被人家掐住了嘛。对，你们正在谈嘛。那我们刚才不是看那张照片吗？谁是老大？谁是老大？贝森特，美国是老大嘛。所以中国你得听话嘛。你相对要克制守己的话，那你自己也不能去挑拨啊，你也不能去撩拨啊，你也不能成为我们讲的冲突者啊。但与此同时，台湾这方有没有在跟美国有在谈？有。那这种当中的条件，为什么川普会讲那个 unification？ 我坦白讲如果一个中国、一个美国摆在我们眼前，我跟你讲啦，台湾会比较听谁的？当然是美国的嘛，因为自己人，你不会来把我们的国家并吞嘛。所以这个情况下，当川普发号那个讯号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不管我们这边，早就已经恪守己分，双边都在低调克制了嘛。因为你现在一旦有发生任何冲突点，都会变成谈判说的画饼。很多人在讲说中国跟美国绝对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胡说八道，一定有谈到台湾问题。
OK， 包括黎智英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很多人讲说黎智英或川普之前一直在对外媒讲说，我要把林智英放，我要把林智英放。中国一说没有，就你知道现在黎智英怎么样了吗？保外就医哦，人已经出去了。对啊，另外的一种放了，就低调吧，就把它弄出去了。那他说台湾问题没有的，请问一下有没有台湾问题？当然有台湾问题嘛，一定有处理解决嘛。但台湾问题不会是说真的要把台湾卖过去嘛？不会想说赖清德说要把台湾并购啊。各位双边这只在和缓阶段。为什么？因为在任何协定签订之前，现在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正好你等着看，如果三方，比如说美国跟中国这个一旦搞定，台湾跟美国一旦搞定，而这个时程推过去之后，该怎么办的事情，最终韩是会怎么办？有者，解放军到底能不能打？我们看到你画这张图，我们就完完全全知道。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什么？当时美国在公布解放军的所有设施跟基地之前，你一个人就画了5、6千个基地，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些基地你连看那种中国的宣传片，那种大外宣的宣传片，你就知道它的基地在哪里，而且连将领都知道在哪里。其实宣传片是可以有很多线索的啦。那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个刚刚那个背板上的其实已经是2年前的了，现在已经不是长那个样子，对，现在已经是数量更多了这样子。那刚开始的话呢，是去查找就是像军事论文啊等公开资料。那最后已经查到就是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资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央视这样子。那央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资讯来源啦，因为它每天稳定产出关于解放军的这个影像报道。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要从一张照片呢找到它的位置，我们首先呢要在照片里面寻找一些限定它范围的东西，像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左边这张图。对，那它的新闻报道里面，首先是有讲南部战区嘛。那南部战区的话，我们可以再看到它里面的这个飞机是歼10战机嘛。那我们呢已经有，其实空军的资料是相对公开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例子这样子。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找到呢，就是南部战区有驻扎歼10的有哪些机场。好，那这些机场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看到跑道上面写12嘛。那其实跑道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所以你只要看这个12，你就知道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哪里了，这么厉害。因为那个跑道上面的数字它是有意义的啦，这样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圆，那正北呢它是0度，对，那环绕一圈就是360度嘛。那12的意思就是120度，就是它跑道的这一端呢，它朝向的是这个120度的这个方位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是一个南北向的跑道。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找，就是南部战区里面驻扎歼10战机的机场呢，哪一个跑道是南北向的？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拍摄位置，这样子。有者，除了这个所谓的12，你刚刚讲完之后，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央视，包括是飞行员、人呐，甚至设施，甚至飞机，你完完全全都可以靠这些资料建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图资的系统。对，因为其实解放军它是相对比较资讯不公开嘛，那所以呢，央视是极少数就是。我们可以查找它，就是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因为它很稳定嘛，它很稳定的每天产出嘛，它每天有3个时段就是产出军事影像报道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所有的校级的军官，他也会在里面有露面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记录一下他们的名字。所以这个人，譬如说他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你可以就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他在哪个旅在那边服务。完全就可以这样子找得出来。看到照片当然是会不知道啦，就是但是我会把他这个新闻画面我会截图，然后把他的名字也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是有一个资料库这样子。哦，好，那下一张这边也是呢，就是也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我没有在节目上说过啦。还有一个就是车牌，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左边上面那张图，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字母嘛，就是它有这个车牌嘛。首先它有4个比较大的数字嘛，那4个比较大的数字的右边又有这个4个比较小的，有两个英文字母和这个2个数字嘛，对不对？那2个英文字，这个5216 LD21这个，对，那 LD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解放军的车牌上面有英文字母，这个呢都和英文完全没有关系，它都是汉语拼音啊。那 LD 是什么意思呢？L 的意思就是陆军的意思，陆军的陆，陆军的陆。那 D 的意思就是东部战区的东，所以这辆车是属于东部战区陆军。哦，对。然后我们以此类推哦，东部战区陆军是 LD， 那西部战区陆军就是 LX， 就是西部战区的西就是对 X 这样子。约瑟，如果照你这样对中国解放军不管是基地跟设施这么了解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山东小哥乘着小艇哒来到了台湾的桃园，甚至把5星旗插在上面。但是里面最诡异的是什么？这影片没多久他就删掉了。他为什么是会删掉？而现在解放军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是因为这个地点是不能曝光的地点吗？其实他会在这个地点登岸呢，根本原因还是就是他从这个长乐出发嘛，对，从福建长乐出发。那长乐呢，其实到台湾呢比较近的距离就是桃园这个大园海滩。那最早把它定位出来的是我嘛。那其实这个海滩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说它很重要呢？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战略要域，重要的地域叫做战略要域。那要定义这个战略要域，它的定义呢，就首先呢，它要有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要有港口，要有机场。对，那它附近就有台北港，还有这个桃园机场，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一旦港口或者是机场呢被占领的话呢，这个解放军就可以建立营级登陆场，然后把部队呢这个下卸下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沙滩是非常重要。那它之所以会在这边登岸，只是因为就是距离是最近的地方啦。那我还是比较相信，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是一个就是中国民间小粉红这个个人的行为啦，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看到近年的这个案例是越来越多啦。对。但是其实中国官方它本身也是不太喜欢，就是民间自行这样子做这些事情，因为就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说呢，就是要对台湾怎么样呢，还是要官方来这样子。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解放军甚至中国共产党又把这个山东小哥给宰了？为什么？你今天为了流量，你跑来桃园去做这件事情，你同时也是让怎么样，让我们台湾能够加强防御。对我觉得啦，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在真正的这个战争发生前呢，我们发现它其实都是好事啊。好，为什么520这次没有军演？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刚刚聊，我才知道，原来中国对于这种军演，它其实非常的严谨，它有排这个所谓的时间跟日期，它才要出动。我们可以看，就是赖总统以往就是从他上任以来所有的重要讲话，目前有军演的有3次嘛，对吧？那主要的比较大的就是去年的联合利剑，总共有2次。那一次是在他的520就职，一次是在双十国庆嘛。那联合利剑目前总共有3次，第一次是蔡总统访美嘛。那其实联合利剑这3次呢，它就是在演训这个对台战役里面不同阶段的这个训练。那第一次就是蔡总统访美那次联合利剑，他演训的比较是第一个反介入作战，就是反对这个美国来军事干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次的联合利剑这个山东舰呢有前出到就是西太平洋。对。然后第2次呢是赖总统就职。那第2次的联合利剑，它主要演训的科目是这个夺取台海的制海制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520赖总统就职的时候呢，这个在当日呢，就是有100多架次在1天之内，然后就是来侵扰这个台湾空域这样。所以呢，他第2次他演练的是夺取台海制海制空。那第3次的联合利剑呢，是在赖总统这个双十国庆的时候。那他主要演练的科目是封控台岛。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搭配一些法律战啊，然后海警啊开始出来，而且到台湾东部这样子。那如果还有一次的话，就是接下来今年的520如果有的话，最有可能的科目啦，就是封控台岛，下一步就是2栖登陆。所以今年如果这一次要演训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演训2栖登陆。那2栖登陆的话，它其实也会受一些这个自然条件的限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它要写，就是按照解放军的2栖登陆准则，就是最佳登陆日时是日出后1到3个小时，那
还有这个潮汐高潮前的2到3小时。那我们可以算哦，就是当月份两者时间重叠最长的就是最佳登陆日。那我已经把这个今年的都已经先算出来。最佳登陆日是5月23到5月26。对，所以如果520它要演训的话，最有可能的最早的日期就是在23号。那我们可以，但是呢，就是赖总统今年的谈话比较不一样，他几乎没有提到中国，而且加上这个台湾有重大车祸，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会不演习，因为这个赖总统的讲话比较和缓。这样，其实。就我来看，这次是赖总统有某方面啦，就是他没有谈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有释放一点善意啦。那其实蔡总统在他刚就职的时候，也是有释放善意的，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蔡总统在刚就职的时候，他的就职演说有提到3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9·2会谈的历史事实。然后那个时候，中国方面给他的回应是一张未完成的答卷。当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赖总统，那他有他释放善意的方式。那我相信这就是今年的520演说，就是他有释放他的善意。那我们可以观察看看，就是中国到底还会不会有军事演训 ？OK， 那如果有的话，就我相信会在23号差不多。不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习近平现在压力非常大？解放军这个地方内部风暴已经非常大，而现在。更大是什么？是经济的风暴。我们刚刚有谈到美中为什么一定要谈？为什么川普会说你今天不谈，你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因为现在各种经济崩溃的现象已经出来了，包括上海。你能想象一件事情？上海这个地方房价竟然暴跌60%，等于之前买的那一些人都变成了傻瓜了吗？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的经济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持续低迷一段时间了。那为什么现在感觉上哦，特别是会变成是内部的很大一个压力锅？因为这一个中国经济不好的状况，已经从原本的农民工慢慢，连中产阶级，甚至是所谓的上海这种好像比较精英分子的，都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经济上的非常萧条的一个状况。啊，最主要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房价。我们都知道，北上广这个房价向来就是一个温度计哦。就现在发现，哇，光是他们的一个，比如说什么世博生态城，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夯的啊，每1平方米啊，就是大概是2万块人民币起跳的。对，就现在最新的行价是，要不要2万？不要。要不要18000？不要。要不要15000？不要。多少？1万。好像拍卖一样，整个是腰斩下来的。你现在看这个房子，事实上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现在就换句话说，你如果原本用2万块平方米去买了这个房子的话，你现在资产可能以前是用1000万人民币买的，现在只剩下500万嘞。所以这个对于那个上海的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跟那个中产阶级来讲，这么高级，然后现在要半价而已，天哪！那如果说连上海都是这个状况，那你可以想象其他的地方，还有包括什么，就是一个奢北家园哦，他们也是非常漂亮。他说以前我2018年买的时候是1230万台币左右，就现在多少？要不要1000万？不要。要不要800万？不要。多少？600，就是腰斩。所以换句话说，上海的房子都以腰斩起跳的话，那你其他第3线城市、第4线城市一定也都是只会比腰斩更严重。那现在还有包括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区这个成交量已经非常非常低哦，低到什么地步？好久一个房子我一个邻居房子挂了半年现在终于挂掉把卖出去了。那卖多少钱呢？他自己上网去看，发现说竟然来到4字头。他说他自己买房的时候，这一个整个区最便宜的大概要700万人民币，大多数都在800、900万人民币。就现在竟然只剩下400万人民币。换句话说，你现在房子已经是净卖赔本卖了，赔了200万，可以说是你卖掉之后，你的头期款也全部都赔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如果连上海这种相对来讲是比较中产阶级精英分子的都面临到这个萧条，那就可以想见整个中国的一个状况那还有包括就是说什么，他就说那个我们这边出售20平的房子报价才330万了，也就是新台币1381万。他说我跟我老公在2021年买的时候是花了460万他说我现在房子马上就损失了100万。所以换句话说，你只要是有产阶级、有买房的阶级，在上海来讲，你几乎损失都是100-200万起跳。慧珍，所以除了赔本卖之外，你看到日经的中文网这边写的什么？他说中国房地产长期低迷，而且这数字非常可怕。
他说库存是年销量的5倍，什么概念？这5年的房子你都没有办法卖得出去了，这个好几10年都没有办法卖了。我跟你讲，当你这个所谓的销量你卖不出去的情况之下，就会怎么样？就会导致销价竞争，所以就会变成价量齐跌。当你整个房地产的现有的屋况都是价量齐跌的情况之下，代表着你的本来要开发的就完全喊卡。所以现在他们整个中国的市场的状况是什么？是如一滩死水，他们就说呈现一个僵尸化。所以他们现在所有的一个上市贵公司里面不管是恒生啊其他的，其实只要是所谓的建商啊、房地产这个相关的概念股，通通都打下来，全部都是一种那种那个死猪价可以水饺价，全部都重挫再重挫。那你刚刚提到一个数字，就现在的库存竟然是年销量的5倍哦。比如说以2024年中国住宅库存的面积竟然是44亿平方米，年销量的5.4倍，所以这个数字讲出来的情况就代表什么？代表其实这个看起来未来的5到10年你光是去化现有库存都是一个很大的不可能的任务，都很大的挑战。那现在呢，除了房地产缩水之外，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观察指标是什么？就是奢侈品嘛。哇，以前呢，全世界那个奢侈品都是以中国为主要的市场，中国每次都去扫货啊，而且你知道中国的奢侈品还比其他世界各国更贵，对，因为他们的税是非常贵的，所以呢，代表他们现在就发现说，他们已经呈现连续4年都是一个低迷的状态他就说呢，这个因为他们的所有财产都缩水情况之下，那个刚刚被讲的不搞那种科林还有去买奢侈品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就说，包括什么，包括 Gucci 他说他们这个Gucci 的因为中国市场的消费疲软的业绩衰退一个情况，导致整个 Gucci 集团竟然也是呈现一个衰退。现在排队的人，他都什么都去股市了吗？什么状况？过去这么多人现在过去都是还要排，对不对？太多了吧？我们还要配货，你要买什么买围巾，买什么才能买？现在都卖，对不对？你去都很多店全部都关了。他说光是 Gucci 现在在上海已经关了很多家然后呢，上海整个 Gucci 只剩下1家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